首先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庄烈红不骂人，庄烈红没那么 low。我啊你妹！我啊你老母还不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我啊你表妹，啊你堂妹，他娘的！对不起，庄烈红的脾气不好，但是当庄烈红不骂人。战友之身是吧？战友之家是吧？战友同门是吧？你们都给人家发红通了，啊！我啊你老母，我啊你妹，不够吗？不够，啊你表妹，啊你堂妹，他娘的！谁是战友之家？谁是什么战友同门？谁呀？是谁来的啊？我再啊你老母！视频中的人叫做庄烈红，伪类的代表之一，曾经假装爆料革命战友，如今为中共卖命，辱骂对爆料革命极为重要的路德和 Sara 等人。庄烈红曾经背叛过战友，出卖乌坎给中共，现在自诩乌坎英雄，又靠近郭文贵先生，后因嫉妒和贪婪撕破脸皮砸爆料革命，如此种种，实在令人作呕。那么究竟什么是伪类呢？伪类就是伪装成民主民运人士的欺民贼的统称，他们是中共媒体超限战重要的一环。伪类或是一个人，或是一个团队，或是一个组织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他们都是假的。伪类的作用，我们可以结合着伪类的发展来讲。现在的伪类最早来源于8964那曾经的英雄。在64事件发生以后，许多当年的受害者逃往海外，与此同时，他们发起了海外民主民权运动，以求继续抗争，追求中国法治民主。然而时光流转，英雄不在，在中共长期的威逼利诱之下，当年的许多人忘掉了初心，失去了真实，逐渐变成了中共的走狗。所以第一批的伪类是由真变假的人，他们的作用是使民主运动空心化，从实际行动变为空喊口号。如此一来，海外民运变成了一副徒有其表，不能给中共造成实际伤害的空壳。进入2000年以后，由于中国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和互联网不断发展的原因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追求法治和民主。但大陆的高压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把视线放向海外。此时中共早已深入渗透民运，逐渐把自己的人掺入民运。他们有的伪装成学者教授，有的伪装成律师神父，有的伪装成 YouTube 上的民主斗士，但无一例外都是与中共配合，平时小骂大帮忙。这些伪类时至今日仍占据着伪类中的主导地位。这批伪类们喜欢打着民主民运的旗号，将真正追求民主法治的中国人拦截，然后将他们侵蚀同化，或是使他们心灰意冷，再无心反共。更有甚者，伪类们还会将有实力并相信他们的同胞给出卖，以换得中共给的利益。同时，伪类们还无耻地打着海外华人的幌子，到处骗财骗色，败坏海外华人形象，使得外国人更加不相信中国能实现民主。如今，随着郭文贵先生掀起的爆料革命、灭共运动声势越来越大，不仅戳破了他们30多年来的谎言，更是展现给世界中国人应有的体面形象。当更多的人了解到真相，加入爆料革命的行列，伪类们的行骗越来越困难。于是他们和中共越发紧密的合作，以图共同灭暴。因此，当今伪类的首要作用就是砸锅、砸爆料革命，并且反一切爆料革命所支持的。当爆料革命不反袭，他们就极度反袭；当爆料革命支持党国应该分离，他们就说中国的稳定离不开共产党，中共需要的只是内部改革。当爆料革命支持川普总统，支持以美灭共，他们就说美国并不靠谱，灭共还得靠中国人自己。
当爆料革命支持香港运动，他们就说年轻人都是暴徒，支持港警，支持国安法。由此可见，这就是伪类的现状。他们不管前后逻辑是否自洽，不管正义还是邪恶，真的或是假的，他们只是为反而反，为利而反。爆料革命是以真灭共，就像一面照妖镜，令伪类们原形毕露。伪类和他们的主子只能慌不择路地四处疯咬、造假、污蔑、辱骂等，绝无底线可言。一般的伪类很好分辨，他们不提甚至辱骂爆料革命，并且反川普、贬低中国人，极度反习，至少占其中一项。但随着灭共大潮的推进，伪类们已不仅仅是媒体超限战的一环，如今已再次悄然升级。这些人表面一直挺锅，实际上却企图窃取爆料革命的果实。比如说这次的蚂蚁军团，没人知道他们是谁，干了什么，或者准备干什么，他们却打着爆料革命的旗帜欺骗战友。蚂蚁军团厚颜无耻地伪装自己的农场地位和 G 系列参与权，然后还企图搞垮其他加拿大的喜马拉雅农场，取而代之。他们甚至企图领导整个喜马拉雅和 G 系列的运营。由此可见，关于伪类的超限战已经到了金融等其他领域。现在伪类们隐藏得更深，用一般的方法难以察觉。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？其实郭先生早已给出答案，那就是坚守唯真不破。蚂蚁军团之所以能迷惑战友，正是利用了人性中的贪婪。当我们的贪念起的时候，总要扪心自问一下，是否真？伪类和共产党之所以节节败退，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真，他们以为所有人都跟他们一样假。但是正是因为爆料革命以真作剑，才能一剑破万法，快刀斩万魔。自8964以来，海外民运一共建立了9000多个民乐类组织，发起过上万次募捐活动。然而他们表面上打着反共的旗号，喊了30多年，实际上却干着为中共洗地、小骂大帮忙，帮助中共控制海外华人的龌龊勾当。我们要拒绝被这些人代表，我们值得过上更好的生活。我们追求自由的心不比任何一个人种差。请动动手指，转发爆料革命信息，支持新中国联邦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，灭掉共产党，就差你一个。